就在雷武龙等人由张佑威护送出城后，杨振林小分队已迂回至雷公岭。然而2支小分队要想会合并非易事，面对火力强劲、人数众多的中央军，等待2支小分队的又将是一场恶战。这边，停下，停下！你们几个下去看看去。什么情况？是后边，后边啊！怎么回事？谁开枪？我感觉有人在哪儿？在那边。我好像也听到了，那边有声音。那瞎开什么枪？你们几个过去看看。是。接收。是老杨他们。有上，打！前面的枪声一定是雷营长他们。好，我们打到正时候。杨子，你带2人到左侧，顺子，右侧。是。给我反击！
保外营。冲！受到三面袭击，后边主让没了，一句话都没留下。张大人，敌人想先往后撤了。撤不是打不过我们，他们可是有近2连的兵力啊！但他们是要全力追赶雷营长他们。我们抄小路，去瑶寨县山口，等雷营长他们。我们撤。是。哎呀，撤！打！冲！副队长，好像碰见共军游击队了，后面的队伍第3面伏击。这个张有为说只有5个人，妈的，这个骗子！先不要管后边了，命令马上收缩部队，先追前面这部共军。是，里边好像有陈俊言。是。走。上。
肖队长呢？你干啥？让他过来。你就带这么几个人来找我算账啊？算什么账？今天早上，我刚刚袭击了44师的一个机要车队，击毙了一名中校参谋长，还有大概20多名士兵。混蛋！你他妈疯了！你知不知道44师会派重兵围剿你的？你把事情全搞砸了，你个混账！闭嘴！滚一边去！营长，这么看来，张副官还不知道这件事情啊？嗯？那你拦我的车干什么呀？难怪杜主任说你是个没头脑的白痴呢。几个共军你追了12天，陈军也又让你数次得而复失啊！你个混账就知道杀杀杀！你除了杀人，你还会干什么？你是什么人啊？马上开通电台，我要给南京杜主任发报。开通电台，把电台给他打开。是。侯副官正在雷公岭堵截陈俊元和共军。我发完电报，你马上赶过去，别再失礼了，要不然杜主任会亲自给你发勋章的。望战边，不负众望，做12分之努力，中正省胜。完毕，请速回电指示。这是伪作的手谕，佩服。张副官是真人不露相，这封信居然被你拿到了。没错，你说的对，我肖少白就是一个混账王八蛋，除了杀人，我还真的什么都不会了。我现在听你的，立刻赶到雷公岭。可我到了那儿，不还是杀人吗？你知道吗？你今天早上干的事儿蠢到极点了。要是杜主任知道了，你肩膀上不是勋章没了，就是你的头没了。杀一个中校副参谋长，值得这么炫耀？你不会见人就说吧？我告诉你，如果王占斌知道这件事儿，他会不惜一切代价干掉你。那张副官有何指教？我先设法稳住王占斌，让他不通缉你的部队。你赶紧到雷公岭去，把事情解决干净了，赶紧离开广西。好，兄弟就按你说的办，速战速决。对了，你们袭击车队文件呢？文件。完好无损。这是机密，白长官还等着呢。报告，收到南京来电。
只念关于你的，令萧侯务必完成灭杀之命，若再失利，立即斩首。张副官，这个我比他们明白，不成功便成仁。好，那就尽快吧，我还得回去给你擦屁股呢。这包，找机会给王振斌吧。白营长，命令部队用最快的速度赶到雷公岭。是。对，这里就是东山瑶寨乡的山口，我们就在这儿等雷营长他们。好，原地警戒。侯副队长，没事吧？教导员，昨天晚上我和雷营长见面的时候，没来得及和他说乔妹子的事儿。雷营长之所以选择在瑶寨乡落脚，就是因为乔妹子在这生活了10几年。他现在要是知道乔妹子，鸭子，战争的残酷，雷营长比谁都知道。正因为他知道，他才更不想让亲人参与。你不是没见到当时他跟着我们的样子，雷营长拉着脸要他走。我是真没脸再去见雷营长。我一路上都在想这个事儿。我跟孙磊说了这事儿了，孙磊让我先别和他说，说等雷营长见到你，让你和他慢慢说。不能跟他慢慢说，慢慢说只会把他拖垮。他这个性子要一次性直截了当的告诉他，长痛不如短痛。鸭子，你别难过，我会找合适的时候跟他说的，啊。赵导员，赵导员，来人了，是雷子，那可能是张连长，看国军衣服的，应该是陈军爷。哈哈哈！刘老虎，孙雷，雷营长，雷营长终于回来了。哎呦，你轻点儿。对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，我能那么叫唤吗？哈哈，真是让我轻点儿。白狗子，雷营长，雷营长，别喊，别喊！鸭子，别叫。别喊！雷营长，雷营长，你喊什么？别喊！你怎么回事啊？雷营长，对不起，都怪我。你也不看看是什么情况？是我没有照顾好乔妹子，我自己都不能原谅我自己。这段时间，我连死的心都有了。什么呀？什么死的心都有了？乔妹子怎么了？怎么了啊？乔妹子她还磨蹭什么呀？快呀！来了！快走！走！咱们战斗！停！我好像看见有人影，现在怎么又没了？
来人啊！大汉，终于又见到你这副正经的样子了。现在没有时间跟你打嘴皮子官司，我们来研究一下。别研究了，都已经被白狗子咬伤了，赶紧让二伢子带他们上瑶寨吧！啊！张月林，我的教导员杨振林。杨教导员，你好。张连长，早就听说。前面应该是瑶寨乡山口，他们要是上了瑶寨乡就麻烦了，这地图上都显示不出路来。地图上显示不出路来，那他们上去也不那么容易。给我追！是。快点跟上！快点！柯富民呢？牺牲了。牺牲了。啊！现在没有时间跟你细说。这是陈先生、陈军爷、张连长，你跟着二伢子带陈军爷先上瑶寨吧。好，咱们瑶寨见。好，张连长，走。这么久了，我跟你说，他们有将近2个连的兵力，如果在这开打的话，我们就只能上瑶寨了。最好是不跟他们开打，让他们过去。大家听好了，万不得已不要开枪，隐蔽好，让他们过去。黄副队长，他们会不会从这儿上了瑶寨乡？按道理啊，他们该往前走，直奔湘江。这样，你带1个排去东山大部队，继续往前追。是。2连1排，给我上山！是。妈的，还是上山了。等他们大队离开以后，我们悄悄地跟上去，从后面打他们一下，把他们引下山，然后撤到对面的树林里。等天黑以后，再找机会上山，怎么样？什么时候学会跟我商量了？怎么这么长时间没见你，给你点面子嘛？你还真以为我跟你商量？听着啊，我带着孙磊和大海去引开他们，你们先按兵不动。等我们把他们引下山了，你们赶紧上山。天黑以后，瑶寨相见。走了，哎，准备好。上。大海，我开枪以后，你也突2下，然后就撤，明白吗？等我。你们几个，把他们拉出来！上！前进，马上迎兵！
都给我撤！快跑啊！连长，那不是共军干的，这是姚民。是啊，我们抓的是共军，不是他们，不要惹他们。全体都有，给我撤！追赶大部队！撤！哎呀，不用我们掩盖他们了，他们已经进了姚族人的陷阱了。听见了。上面鬼哭狼嚎的，以为是你们在指责他们。这也没法突突了，真不敢信。就知道突突，学着省点劲儿，留着劲儿好背我啊！埋的呢。看，他们下来了，准备。快撤！快点，快点！快！快跟大部队，快点！走！行了，大伙儿都等着，等他们走了之后，咱们就上山。姚明不会让我们也吃弓箭和石头吧？不会。张连长他们上山的时候，不就没拦着吗？这说明啊，水仙和药物已经进了瑶寨乡了。水仙？你说的是你媳妇水仙？她不是？哎呀，他们在石塘镇已经重逢了。这就叫起死回生，从天而降，起死回生。我早就说过，我雷武龙福大命大，造化大。我妹子呢？哎，二伢子不是说跟你在一块儿的吗？他人呢？雷子，天下不是什么好事都是给你的。乔妹子她。可算把你拉来了，姚兄弟。啊，这位是杨振林教导员啊，这就是我给你提起过的耀武兄弟。啊，耀武兄弟啊，谢谢你帮了大忙。教导员，连营长。连营长，你说过，你福大命大，造化大。你说的对啊，乔妹子没死，她还活着。你说什么？乔妹子还活着。妹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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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活着！我活着。乔妹子，乔妹子，你，教导员，大顺子，孙磊哥，老虎叔，弄了半天你们是跟我开玩笑的，这种事能开玩笑吗？
一个个演的跟真的似的。不是，你听我说，那个我，乔梅子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小梅姐，你还是自己说吧。教导员，当时吊楼烧垮了，我被埋在底下的猪圈里，昏迷了过去。第二天，我爷爷他们赶来，找到了我。我昏睡了几天就醒过来了。哥，这就是收养我14年的姚王爷爷。姚王爷爷，请受我六龙一拜。哎呦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孩子！谢谢你收养了我妹妹14年，谢谢。我呀，14年前收养了一个汉人的孙女儿，今天啊，又多了一个红汉人的孙子啊！今天我们姚寨乡来了这么多的客人，明天正好是小年儿，我们就热热闹闹的过个小年夜儿。终于看到这封信了。这封信终于到了我手里了。师座，这封信您都看了3遍了，是吗？哎呀，来之不易呀。有为啊，你功不可没。当然了，这些共军呐，看来还是守信的。是，毕竟这封信对他们的作用不大。师座，关于陈俊言离开的事情，您打算怎么回复上面？昨天晚上我想是以陈俊言逃逸上报，现在我倒是想利用一下宋公文车队被袭事件。根据现场的勘查，证据齐备，就是萧少白那帮人干的。这是勘查报告，你拿去改一下。就说啊，在护送陈俊元中校赴南宁的途中，车队被袭，特使失踪，与12天前同处一辙，但是不是共军干的，是中央军在贵所部所为。把球踢给南京，让他们自己折腾去吧。这倒是个好办法。另外啊，我已经下令全线通缉萧少白所部，将他们绳之以法。通缉？师座，这你有什么好想法吗？坐下说。是。我觉得现在通缉会不会有点为时过早？虽然诸多的证据表明确实有中央军所为的迹象，可毕竟没有人亲眼见到，萧少白也肯定不会承认的。届时 CC 系在从中作梗，难免会倒打一耙。那怎么上报啊？我们就说，车队遇袭，特使失踪，是何人所为？我们正在积极努力的调查，先不做定论。更何况，陈俊言还未必过得了湘江。如果出现什么闪失，我们反而陷入被动，不如就静观其变，先等几天，到时候再做定论。再加上，这封信已经到我们手里了，这是最重要的，其他的跟咱们没有关系。是，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？好，那就暂时取消通缉萧少白所部的命令，你抓紧时间改报告吧。是，师座，这封信您收好。好，有为，辛苦了。那我先去了。这张有为隐藏的够深的呀，他几乎每一步都比我们深一步。这足以见得
杜主任的高人之处啊！你也算得准，王占斌果然让共军那封信给拉住了，放虎归的山。这他妈王占斌啊，为了自己的私欲，勾结共军，私放陈俊言，这回他是死定了。不，既然杜主任把周有为安插在王占斌的身边，这就证明王占斌是可以争取的。现在 CC 和黄埔的争斗，无非是为了争夺各自的势力范围。只要他跟南京合作，跟 CC 合作，他就不会死。报告，延伸10里地没有发现共军踪迹。这就奇了怪了，难道他们能上天入地不成？哎，吃点啊！不吃。哎，咱们这是在东山瑶寨乡附近吗？啊，对，从地图上看，这峡谷上面肯定有座瑶寨。你们要是连人影都看不着，那他们肯定进了瑶寨。我带一个排准备上去呢，刚上到一半，又是陷阱，又是弓箭，还有乱滚的石群，伤了7、8个。什么？共军跟他们有不沾亲带故的，他们上去一样被赶下来呀。我前面听山民说，瑶寨是不让外人接近的，尤其是汉人，还说东山上的瑶寨是个大寨，他和周围的瑶寨都有联姻关系。那个老瑶王很有威信，能一呼百应，所以连贵军一般都不惹他。喝酒啊，喝酒吃菜，来坐，大家坐，吃菜，喝酒啊，多喝酒，多吃菜啊，好，快坐，来，快坐，今晚你们只管放心大胆的喝酒吃肉。我这峡谷上下都有人看护着，白汉人想上来，给他们预备的可不是酒肉啊，是狩猎的陷阱和弓箭呐！来，你们来，我们一起敬老妖王吧！好，月姐。你海量，来，我敬我孙子媳妇儿，碰上一杯，啊，来。嫂子啊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我们俩都跟哥哥失散了又团圆，今天爷爷跟我们喝的是团圆酒，来，我也加入。好，哎，是，就当是团圆酒吧。好，敬爷爷。好，来，敬爷爷。好，谢谢爷爷。姚王爷爷，我知道你虽然不待见白汉人，我虽然穿的是白皮，但我的心是红的。来，我敬你一杯。来，好啊，心是红的就好。你们来之前，我孙媳妇儿就跟我说你们中间有个白皮红心的汉人要来，哈哈哈！来，干！